各位爱面子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爱值的频道，我是艾芙琳。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来自品牌春夏系列的拉菲草手提包，使用三角镂空针法，使它的结构感十足，呈现了轻盈又时尚的设计感。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款独特的花样，让你在提升编织技巧的同时，也能拥有一款高级感满满的时尚单品哦。现在可以选用这种棉拉菲草，右边这一款棉拉菲草比较蓬松硬挺，使用它的话我建议双股钩织，而左边这一款比较质朴柔软，影片中的示范线材我选择它，使用3股钩织，大家可以依喜好选择。钩针都搭配 3.5 的钩针，其他所需工具如影片所示。成品完成尺寸如图，供大家参考。首先我们只用一个线团，从线团的中心取出线头之后，以任意的长短如影片中折成3折。接着我们以对折后的3股线直接起针，基础行环形起针，起针之后钩织13个锁针，环起时的线圈先不收紧，基础行结束，第一圈我们返回，在第3个锁针上放记号扣，接着从第3个锁针开始，在这个针目钩织小括号内容3个长针。钩织长针时手劲尽量紧一些。第一个长针放记号扣，接着同个针目里的剩下2个长针，接着从下个针目开始连续10个长针，因为我们是用同一团线折成3股钩织，当3股线钩到将近只剩1股时，我们将线团的这一端长线穿过2股的线圈，将这条长线拉长，如此就会将线再次折成3股，接着继续钩织。这样的方式就只要使用到1个线团，就可以进行3股合钩，不需要使用3个线团。遇到线圈交界的结，直接钩织即可。后续钩织时，只要遇到这个状况，就用这样的方法将线再次变成3股线。连续10长针之后，接着会遇到起线时的环，在环中钩织6个长针，环中的6个长针结束，收紧环的线圈，这里是环的中心。我们从下个针目开始，在锁针链的另一边再连续10个长针，环起时的这个线头可以一直包着钩织到最后。10个长针结束，会回到起始钩织的这个针目，在这个针目钩织小括号内容3个长针，这一圈一共完成32个长针。第
第一圈结束，引拔在第一个长针上将头尾相连。收紧最后的引拔针。第二圈2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接着连续3个针目的加针，一次加针就是在同个针目里钩织2个长针。这是这一圈的第一个长针，同样放上记号扣。接着同个针目里的第2针长针，这样完成一次加针，连续3个加针，连续3次加针结束，中间这一段又连续10个长针。接着到了椭圆形织物的另一端，又连续6次加针，并且按文字解的顺序完成这一圈。第2圈结束，也是引拔在第一个长针上将头尾相连。后续我们可以按照文字解钩织，拓展椭圆形的底部，每圈都是2锁针起立，不算针数。第3圈、第4圈结尾都引拔在第一个长针上，而第5圈的结尾相连不一样。第5圈的结尾时，我们挑第一个长针，挑它的后半针以及它后方的一个横向线条进行引拔，将头尾相连。第5圈结束之后，织片也许会不平整，此时我们可以用熨斗以低温将它熨烫平整。第6圈以后往上钩包身，2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之后每个针目1个长针，钩长针的时候挑针目的后半针以及后方横向线圈一起钩长针。挑这2条线钩织，会让包底的转角比较明显。第6圈结束，正常的引拔在第一个长针针目，将头尾相连。之后第7圈到第9圈，2个锁针起立之后，每个针目正常的钩织1长针，每圈80个长针。而这几圈，第7圈以及第8圈的结尾，正常的引拔在第一个长针针目，将头尾相连。而第9圈的结尾引拔，则是挑后半针以及后方横向线条引拔。第9圈最后引拔相连的这一针不需要收紧，我们将它视为第10圈的第一个引拔针，并且放上记号扣。接着继续沿边钩引拔针，引拔针同样挑后半针以及后方横线钩织。钩完引拔针之后，我们可以稍微拉动钩针上的线圈，避免将引拔针钩得太紧。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可以换大1号的钩针来钩织这一圈。第10圈钩织79个引拔针，如此就会剩下1个针目不钩。此时我们可以先断线，我们将断线后的线头以缝针将它穿过做记号扣的这个引拔针，穿过引拔针的2条线，接着再穿回线头的底部，以这样的方式处理线头。最后在织物的背面打个结，藏好线头并做修剪。我们可以再次用熨斗将织物熨烫平整。接着我们从第10圈，从做记号扣的这个针目开始数，钩针穿进第3个引拔针的2条线，
接着同样以3股重新起线，起线之后第11圈4个锁针，我们在第4个锁针上放记号扣，接着钩织三角针3个锁针，空4针，引拔在下个针目，引拔的时候钩针往后绕，再穿进2条线引拔。我们可以稍稍拉紧这个引拔针，接着1锁针，接着回过头从第3针到第1个锁针，挑锁针的上半针和里山2条线，钩织接下来的针目。依序钩织1个中长针，穿进针目之后，挂线钩出的这个线圈尽量拉长一点，接着1个长针，在钩三角针时，只要挂线钩出的这个线圈都可以拉长一些。最后1个长长针，每个针目的长度要越来越长，这样完成1个三角针，连续钩织15个三角。每个三角之间都会间隔4个针目。在钩织中长针以及长针还有长长针时，它们的长度要1针比1针长。三角花样以5个针目为一组，因此三角最后的长长针，它的长度最好可以到达5个针目。如此在往上钩这个镂空的三角花样时，才不会影响到包包的尺寸。连续15个三角花样结束，下个三角我们要结合这条锁针链，先钩三角花样的3锁针，而最后1个三角针，它的引拔位置会回到起针时的位置。接着1锁针，1个中长针，钩完中长针之后，钩针离开线圈，做记号扣的地方是起始的第4个锁针，我们往回数，穿进起始钩织时的第2个锁针，再挂回线圈，同时拖出，接着长针，长针结束之后，同样将钩针取下，再穿进这一圈的第3锁针，挂回线圈之后拖出，接着长长针，长长针结束也以同样的方式与第4个锁针结合，这样这一圈的头尾三角针就会结合起来。之后第12圈到第14圈，我们也是以第11圈的方式钩织三角针。有一点不同的是，三角针的引拔会引拔在前一圈长长针的这个针目，钩针绕向后方之后，钩针穿过长长针头部的这个针目再引拔，
接着再勾三角的花样，尽量保持每个三角花样的大小一致。我先勾完这个完整的三角花样，连续15个三角花样。15个三角花样之后，第16个三角花样也是结合起始的第2到第4锁针，将头尾相连。我们勾到第14圈，而第15圈4个锁针起立，在勾完第10个三角之后，这里会是包包的中央，在这里我们要将这个镂空填满，因此钩织一个反三角形。我们将织片翻面，翻面之后一个锁针，接着在三角的3个针目依序钩织一个中长针，一个长针。在钩织反三角时，刮线勾出的线圈不需要太大。最后一个长长针，接着翻回织片，再上一圈长长针的针目头部引拔，这样就将镂空填为实心。接着一个三角，在一个锁针之后，直接在前一个反三角的3个针目上依序钩织中长针、长针以及长长针。这个镂空的三角填满之后，包包的这一面就会有一个实心的大三角。之后钩织正常的三角，连续4个三角，最后一个三角结合起始的锁针将头尾相连。第16圈4个锁针起立，在9个三角花样之后，我们会继续延伸这个实心的大三角，这里会填满2个镂空，钩织一个反三角，而在这一圈反三角的这个引拔，会引拔在上一圈反三角的顶端针目，接着一个三角结合上一个反三角钩织，
这样是一次中括号的内容，中括号的内容一共购置2次。如此，我们就会将这个实心的三角做衍生，让包包的这一面有一个实心的大三角。之后按文字节完成接下来的圈数。包包正面的大三角会一直延伸到第17圈，而第18圈就不再做延伸。第18圈结束，我们要为包包收边。第19圈2个锁针起立之后，在每个三角的长长针针目上购置5个长针，5个长针的针目平均分布即可。沿边钩织长针结束，接着就可以断线。我们也是同样将线头穿过第1针长针，再穿回线头的底部处理线头。最后为它钩织提手，同样以3股合钩的方式，起始的线头留30公分，再进行锁边起针。基础行100个锁针，锁针数决定提手的长度，你可以自行调整。基础行结束，第1圈绑回，现在倒数第2个锁针上放置记号扣，接着在这个针目钩织2个短针。第1个短针放上记号扣，小括号内容结束，从下个针目开始连续97个短针。97个短针结束，会剩下1个针目，钩织小括号内容3个短针。接着绕到锁针链的另一边，从下个针目开始又连续98个短针。最后1个短针会回到起始钩织的针目，接着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接着断线，留30公分的线头做缝合，
提手的钩织结束后，可能会像这样卷曲。我们用熨斗以低温将提手熨烫平整。我们制作2个这样的提手，接着将提手缝合到包身，提手的两端缝合在第19圈，提手的两端间隔3个三角。最后可以在包包的正面这个实心三角的部分装饰你喜欢的金属标或者是布标，这样这个别致的镂空三角包包就完成啦。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边，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钩织设计吧。我们下一期见喽，拜拜。